谁呀？大半夜3点打电话，疯了！林建明，你想害死我吗？竟然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安排你那8岁的儿子去参加高考！陈老师，您别开玩笑啊！这怎么可能？我儿子才8岁，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全，字都认不了多少，怎么可能去参加高考？绝对是误会！我没空跟你扯这些虚的，我现在直接发照片给你，你自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照片里是一个男孩，圆乎乎的脸蛋，眼神看起来有点懵。这绝对是我儿子林宇航，这五官，这神态，我绝对不可能认错。我继续往下看，姓名林宇航，身份证号3102开头。我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对，后面那长长的一串号码跟我们家户口本上印的完全一样，一个数字都不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僵在床上，想到隔壁房间的小床上还在打呼噜的儿子，一种极度不真实的感觉直接扑面而来。这不是恶作剧，谁会用一个8岁小孩的信息去伪造高考准可证？可一个8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跑去参加高考，还拿了满分？许巍，许巍，你快醒醒！怎么了？大半夜的不睡觉？出事了！你看这个，这不是宇航吗？这什么准考证？高考？我把陈老师刚才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诈骗，肯定是新型诈骗，要不然就是有人故意搞我们家。这照片绝对是合成的。现在的 AI 换脸技术多牛啊，随便拿张宇航平时的照片就能合成出来。我们俩开了台灯，把那张照片放大到最大，一点一点的找 P 图的痕迹。看了半个多小时，什么毛病都没挑出来，光影、背景全都很自然。可我们从来没带宇航去照相馆拍过这种正规的蓝底照片。天亮了，我一晚上没合眼，吃早饭的时候我一点胃口都没有，眼睛一直盯着宇航，他正拿着筷子戳碗里的煮鸡蛋，嘴巴边上还沾着一圈牛奶印子。爸爸，我今天能把我的霸王龙带去学校吗？我想给彭浩看看。宇航，爸爸问你个事儿，你最近有没有跟别的叔叔阿姨去一个挂着蓝布的地方拍过照，就是坐得直直的，只拍肩膀以上那种？没有呀，爸爸，你还没说霸王龙能不能带呢。看着他那清澈的眼睛，我心里的疑虑全没了。带吧。宇航，今天爸爸送你去上学吧。我必须当面找陈老师把这件事说清楚。刚走到育才路小学的门口，我就看到陈老师已经站在那儿了。他一看到我就直接冲了过来。陈老师的状态看起来比我还差，脸色发黄，眼袋肿得老高，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根本不管旁边还背着书包的宇航，一把拽住我的胳膊，直接把我拉到旁边没人的树荫底下。林建明，你总算来了，今天你必须给学校一个交代。陈老师，要交代也是你们给交代吧，我儿子就在这儿，一个8岁的大活人，你们凭什么说他去高考了？那张照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陈老师被我怼得愣了一下，他探出头盯着我身后的宇航，眼神里全是不解和怀疑。紧接着他迅速拉开手里的公文包的拉链，掏出一份订书机订好的 A4 纸，用力拍在我的手里。你自己看，这是育人中心院里凌晨4点加急发过来的核查文件，附件就是完整的考生档案，照片就是他，身份证号、视力直接连页和登记系统完全一致，全都没错。纸上的信息密密麻麻，比昨天晚上手机上的准考账详细太多了。家庭住址是我们家，许巍和我的工作单位一清二楚，连我俩的手机号都在上面。不仅如此，里面连宇航在哪个区上的幼儿园、哪年生的小学写得清清楚楚。唯一不对劲儿的，高考报名系统里他的年龄直接被改成了18岁，这太夸张了。假的，这肯定是假的。陈老师，咱们直接报警吧，这是伪造国家证件，是犯罪。陈老师听见我说报警，突然发出一声冷笑。陈老师疲惫地抹了一把脸。报警？林建明，你以为事情这么简单？现在不是报不报警的问题，上面的2级领导已经把这件事定性为今年最严重的教育系统异常事件了。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高考满分，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媒体已经盯上这件事了，现在全省都在找这个满状元，结果查出来是这样，我的一辈子都被你们家毁了。陈老师的声音太大了，校门口的人本来就多，这下大家的目光全聚过来了。满分作弊，这孩子才多大啊？周围的家长开始窃窃私语，有几个人甚至掏出手机对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爸爸，陈老师为什么那么大声？我今天带霸王来惹他生气了吗？没事的，宇航，跟你没关系。大人们再谈点工作上的事，你先跟刘老师进去去找彭浩玩好不好？我朝着校门值班的刘老师招了招手，刘老师赶紧走过来，把宇航领进了校门。宇航1步3回头的看着我，眼着儿子里全是委屈。我直起腰，脸彻底冷了下来。陈老师，我知道你压力大，但事实摆在这儿，我儿子就是个8岁的孩子，他是清白的，这件事儿我不会就这么算了。你还不算完？你以为学校愿意惹这种麻烦？上级下了死命令，今天必须查清楚。我昨天晚上写了一晚上的情况说明。所以你们就把脏水往一个小学生身上泼？你不用写情况说明了，我现在就去市育人中心，这事儿你们学校管不了，我亲自去跟他们对质。你去育人中心？对，我要求学校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对我儿子的议论和指责。如果让我听到学校里有任何风言风语吓到宇航，我会直接起诉你们。
说完，我没等他回话，转身就朝停车的地方走去。我深吸了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拿出手机导航到了市愚人中心学业核查室的位置。既然他们手里有档案，那我就拿着宇航真实的出生证明和户口本过去。我倒要看看，在真实的铁证面前，这些所谓的官方机构还能怎么扯淡。一脚油门，我直接把车开了出去。到了市愚人中心，接待我的赵主任看都没看我带来的那一摞户口本和出生证明，他冷冷地盯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头皮发麻的话。市愚人中心的大楼非常气派，我在前台报了名字和来意，前台的工作人员一听林建明这3个字，脸色变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个内部号码。没过几分钟，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跟我来吧，赵主任在办公室等你。我穿过走廊，进了一间挂着学业核查室牌子的办公室。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男人，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连个招呼都没打，直接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我坐。你就是林宇航的父亲林建明？对，是我，赵主任。我今天来是为了澄清这个大乌龙，这是我儿子的全部合法证明。他2016年出生，今年才8岁，根本不可能参加高考，更不可能作弊，这绝对是有人盗用了我儿子的信息。我以为他看了这些证件至少会核实一下，结果连眼皮都没动一下，只是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静静地看着我。林先生，你带的这些材料，我们昨天半夜接到系统报警的时候就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市里的户籍系统、学校的学籍系统，我们都过了一遍，我们非常清楚你儿子在现实中的实际年龄就是8岁。既然你们查清楚了，知道他才8岁，为什么还要往学校发那种文件？赵主任嘴角扯出一点弧度，感觉像是在冷笑。因为在我们的服务中心里存在着另外一套完全合法的档案，一套从报名、资格审核、体检一直到进入考场，所有流程全都有记录，没有任何破绽的完整档案。而这套档案的主人和你儿子一字不差。说完，他直接把桌子上的电脑转过来，屏幕推到我面前。我凑近屏幕，后台界面上各科成绩清清楚楚地列在下面，而在总分那一栏，鲜红的像烙铁一样烫了我的眼睛。更要命的是，赵主任点开了一个考场监控视频。我死死盯着屏幕，画面里是一个标准的高考考场，墙上的电子钟跳动着，一个穿着浅灰色连帽衫的人影走了进去。他戴着深色的鸭舌帽，帽檐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从身形上看，他比周围的高中生瘦小一圈。就凭这个，画面糊成这样，脸都看不见，你凭什么说这是我儿子？赵主任语气毫无波澜，鼠标拖动进度条，将画面定格在考生抬头找座位的那一瞬间。他点击了放大，画面瞬间布满马赛克的颗粒感。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这熟悉的轮廓，分明就是我每天都能见到的侧脸。我们已经请了技术支援，做了图像增强，面部特征吻合度超过97%。林先生，在铁证面前，你还要狡辩吗？听完赵主任的话，我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了。这不可能，这违背常理。难道世界上有2个林宇航？我儿子明明还在上小学。到底有几个林宇航？我们会查清楚。市里已经成立了调研工作组，今天下午调查组会直接去你家里实地问询，希望你和家人好好配合。如果你现在能主动坦白，说出背后的操作链条，或许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坦白？我坦白什么？坦白我怎么教一个8岁孩子考满分？我儿子是清白的，你们要查就查，我等着你们还我儿子一个公道。我头也不回地冲出了育人中心大楼。回到家，老婆许薇正在客厅里焦急地转圈。怎么样了，建明？育人中心的人怎么说？是不是误会？不是误会，事情完全失控了。系统里有一套完整的高考档案，考场监控里那个考生的脸长得跟咱们宇航几乎一模一样。什么叫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建明，到底是谁在搞我们家？宇航还在房间里午睡呢，他才8岁啊！下午调研工作组要来家里，不管怎样，我们得保护好儿子。别怕，有我呢，我去开门。门一开，外面站着4个人，全都神情严肃。林先生你好，我们是工作组，我是高队长，这位是王副组长，这位是技术员张工，还有儿童心理评估专家梁教授。这阵势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请进吧。刚好宇航揉着眼睛从卧室里走出来，看到家里突然多出这么多陌生的叔叔阿姨，他吓了一跳，怯生生地躲到了我的腿后面。高组长几个人看到宇航，明显愣住了。虽然他们极力掩饰，但我能看出来，他们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毛头小子和那个高考理增考满分的天才联系在一起。小朋友，你就是宇航吧？别怕，阿姨是来陪你玩游戏的，好不好？好。宇航，告诉阿姨7乘以8等于多少呀？56。那宇航认识这些符号吗？阿姨，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是小虫子爬出来的路吗？高队长和王副队长互相对视了一眼，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一个连乘法口诀都要想半天的孩子，怎么可能解出高考最后一道物理大题？林先生，家里的手机、平板和电脑我们都已经初步扫描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网络访问的痕迹。我想问一下，家里还有别的电子设备吗？那边有台旧台式机，是我以前工作用的，早就淘汰了。宇航偶尔拿它玩玩不用联网的小游戏。张工眼睛一亮，立刻大步走进了书房，他熟练地接通电源，插上带来的专业设备。旧电脑发出沉闷的启动声，张工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屏幕上闪过一排排我看不懂的黑色代码。高组长他们也立刻围了过去，气氛瞬间紧张起来。高组长，不对劲儿，这台旧电脑的硬盘里绝对藏着东西。
藏着东西，什么东西？是一个隐藏分区，而且用了特殊的加密方式，市面上的常规软件根本扫不出来。要不是我带了特批设备，连这个分区的影子都摸不到。能破解吗？很难说，这种结构我只在某些绝密的内部系统里见过，它怎么会出现在一台普通的家用旧电脑里？我得试几种强力破解方案，但这需要时间。我的心瞬间悬到了嗓子眼儿。我和许巍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这台电脑明明只是给宇航玩单机游戏用，怎么会惹上这种听不懂的高级玩意儿？张工，你尽快，今天必须弄清楚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书房里只剩下张工疯狂敲击键盘的噼啪声。外面的客厅里，宇航已经玩累了，靠在许巍的怀里打起了瞌睡。高组长，从认知、思维和行为反应来看，他绝对是一个完全正常的8岁儿童，没有智力超程，也没有受过任何特殊训练的伪装痕迹，可以完全排除他本人作案的可能。高队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盯着书房里的电脑屏幕。时间1分1秒的过去，屋里的空气憋闷得让人喘不过气。差不多过了1个小时，张工突然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整个人瘫靠在椅背上。成了，第一层加密屏障我绕过去了。所有人呼啦一下全围到了电脑屏幕前，原本全是乱码的屏幕闪烁了一下，而在界面的正当中，赫然躺着一个名为启明的文件夹。张工握住鼠标，双击点开了启明，没有作弊软件，没有木马病毒，屏幕上出现的是几个排得整整齐齐的子文件夹。我看清了上面的字，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快，张工，立刻查看这些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快！张工被高组长吼得一哆嗦，赶紧操作鼠标右键，调出了文件的属性面板。所有文件的创建时间都是3年多以前，但是最后一个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是今年6月8日下午5点17分。6月8日。这几个字像炸雷一样在书房里炸开。6月8日，这是全国高考最后一门科目理系结束的时间。就在这个时间点被念出来的瞬间，电脑屏幕突然出现了异样，那些启明文件夹下的图标毫无征兆的开始疯狂闪烁，紧接着滴的一声刺耳长鸣，一个巨大的感叹号弹窗直接占据了整个屏幕，那刺眼的红光把书房里每个人的脸都映得通红。怎么回事？这不是系统错误，这是一个主动触发的自毁程序。我刚才强行绕过加密，被他认定为非法分工了。马上切断它，把数据保存下来。我正在尝试强行中断。可是毫无作用，红色的惊叹号闪烁得越来越快，屏幕中央甚至跳出了一个10秒的倒计时。8、9，拦截不住，他要清空整个硬盘。许巍在外面听到动静，吓得紧紧抱住怀里的宇航。我感觉心脏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难道所有的线索就要这么毁了？就在倒计时跳到3的瞬间，一直睡在许巍怀里的宇航突然哼唧了一声。就在他发出声音的同一秒，书房里的电脑屏幕发出一声极其轻微的咔嚓声，那刺眼的红色警告窗毫无预兆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张工的手还僵在半空，他呆呆地看着屏幕，又回头看了看外面正在打哈欠的宇航。林先生，情况已经超出控制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作弊案。为了查清真相，保护孩子，我们现在必须带走你们的儿子。带走宇航！我像被雷劈了一样，猛地挡在门框中间。事情都没查清楚，你们凭什么抓我儿子？他才8岁，他懂什么？许巍也吓哭了，把宇航死死按在怀里，警惕地盯着屋里的人。你们别碰我儿子，我们不走。林先生，徐女士，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要抓他，而是必须对他进行保护性隔离。保护什么？在家里不安全吗？电脑是我们的，你们可以把电脑拿走去研究，凭什么带人？这时候，梁教授走了出来。建明，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从刚才电脑的异常反应来看，对方掌握的技术远超我们的认知。宇航既然被卷进来了，谁也不能保证暗处的人会不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去哪里？我咬着牙问，虽然心里害怕，但理智告诉我，梁教授说的对。是去市里特批的联合心理评估干预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是最高级别的，环境也像疗养院一样，绝对不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最关键的是，在那里我们能用最好的无创设备进行观察，这也是洗清宇航身上嫌疑最快的办法。我转头看了一眼许巍，他满脸眼泪，但抱着宇航的手渐渐松开了些。爸爸，我们要搬家吗？看着儿子清澈懵懂的眼睛，我心如刀绞。好，我们配合，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我和我老婆必须全程陪同；第二，不管查出什么结果，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没问题，我拿人格担保。车子一路开向城郊，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的荒凉，我的心也跟着越来越沉。到达联合心理评估干预中心时，已经是傍晚。这里的确不像隔离室，更像个隐秘的高级度假村。宇航被安排进了一个充满童趣的套间，我和许巍就住在隔壁。刚安顿下来，高嘴长就急匆匆地敲开了我的房门。林先生，张工刚把硬盘镜像传回总部，技术部发现了一些东西。那个冒充你儿子的系统，它根本不是死物。高组长把一份加急的加密报告重重拍在桌上。张工刚才追踪了代码逻辑，这是一个黑客精心编写的程序。我直接愣在原地，气得浑身发抖。黑客程序，这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他才8岁。林先生，我们查清了，隐藏分区就是那个黑客留下的后门。对方不知怎么锁定了您家的旧电脑，利用宇航的身份信息捏造了一个虚拟档案。许巍急得直掉眼泪，双手死死攥在一起。他们为什么要用宇航的身份啊？我们家根本没惹过人。因为干净。小孩的档案在大数据里是最不起眼的白纸，根本不会触发常规的安检警报。这个疯子黑客把最高级别的高考系统当成了检验他隐蔽渗透技术的免费测试场。
拿高考系统当测试场，这人疯了吧？那现在真相大白了，你们赶紧把这个破程序彻底删了啊！张工双手直哆嗦，死死盯着手里的平板屏幕上疯狂跳动的数据量。高组长，删不掉。他不仅没停，刚才还利用宇航的合法 ID 为跳板，向物理研究院发送了一份绝密的技术申请书。物理研究院，你马上拔网线，绝对不能让他再发任何东西。我拔了，大楼的物理网线全让我拔了，但对方用的是罕见的跳峰传输技术，他把数据切成碎片，藏在公共基站的信号里，根本防不住。高组长兜里的手机突然狂震起来，他接通电话，只听了3秒钟，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什么？你们已经在路上了？不行，这不是什么满分天才，这是一次恶劣的网络黑客事件。电话那头根本不听解释，态度极其强硬。高组长，到底谁打来的？最高物理研究院，他们看到了那份申请书，对方在里面提出了一个完美的量子干城模型，物理院的专家被这份理论彻底震动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物理院的直升机已经起飞了，那位脾气最暴的周院士下了死命令，1小时后，他必须在这里亲眼见到这个申请书的作者。1个小时后，干预中心的大院里狂风大作，一架直升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降落在外面的草坪上。几个气场极强的老专家大步流喜地冲进大厅，带头的是个满头白发的周院士。周院士，您听我解释，那封绝密申请信其实不是……别废话，人在哪儿？那封信里的逻辑简直无懈可击，今天谁也别想拦着我见他。我咬了咬牙，指了指隔着隔音玻璃的里屋，林建明是吧？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就这个连红领信还没带上的小孩，8岁，对，他就是个普通的2年级小学生。那封信和满分成绩是一个黑客操纵程序，冒用他的身份发的，孩子完全是无辜的。周院士愣住了，显然无法接受这个荒唐的事实。就在这时，大厅角落的广播喇叭突然亮起了红灯，一阵刺耳的电流声后，一个经过重度机械处理的成年男人声音响了起来：各位不用为难一个孩子，自我才是那封申请书的真正作者，你们可以叫我启明。这突如其来的机械声让整个大厅瞬间陷入死寂。你是什么人？你搞出这么多名堂，到底想干什么？我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热恋者。周院士，你们的防御系统太脆弱了，我随便借用了一个身份，就能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拿到高考满分，但这只是我送给你们的开胃菜。高组长，我们的语言网被从外部强行破译了，它顺着刚才的信号直接切进来了。切断总闸，马上！没用的，干预中心用的是独立供电系统。你们真以为我费尽心把这个孩子牵扯进来，只是为了炫耀一个满分成绩吗？我一把将隔音玻璃门彻底锁死，确保宇航在里屋绝对安全且不受任何惊吓。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哈哈哈哈！林先生，这要多谢你们配合。要不是你们亲手把那台装有我核心后门的旧电脑带进这个最高级别的干预中心，我怎么可能这么顺利地接触到这里的底层数据中枢呢？听到这句话，高组长的脸色瞬间不好，整个人踉跄了一下。他真正的目标是干预中心地下的保密数据库，宇航只是个诱饵。他故意引发满分事件，就是为了逼着我们把作为证物的电脑亲自带进这个全市最安全的地方。话音刚落，大厅的电子器皿门滴的一声，瞬间死死锁住。几扇防弹玻璃窗外，厚重的金属百叶桩唰的同时叫下，把我们彻底关死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里。数据库的防火墙已经被我彻底挖，绝密数据只需要15分钟。在这期间，各位就好好待在这里，见证奇迹吧。我转头看着里屋还在开心看动画片的儿子，心里既愤怒又庆幸。庆幸的是，孩子完全没被这些阴险的算计波及；愤怒的是，这个疯子竟然拿我们一家当进门钥匙。张工，难道我们就这么干看着数据被偷走？突然，他死死盯住了墙角的一个装饰画，一把反抓住我的手。林先生，网络切不断，但物理线路能切。那幅画后面是大楼的主间隙总线埋试点，系统锁死了面板，只能用消防斧直接把墙体连带间隙一起劈断。你敢不敢干？我顺着张工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是一幅挂在承重墙上的巨大风景画。时间根本来不及犹豫，我四下看了一眼，直接冲向走廊拐角的消防栓，一肘子砸碎了玻璃，把里面那把沉甸甸的红漆消防斧拽了出来。林先生，你小心点儿，那是高压静电隔离层。我拎着斧头冲回墙角，一把扯下那幅风景画，露出里面镶嵌着的一块金属盖板。没用的挣扎，就算你们毁了物理线路，数据也已经……少在这装神弄鬼！我双手紧紧握住斧柄，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劈了下去。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金属盖板直接被劈得凹陷进去，火花四溅。拔出斧头，又是一记重劈，伴随着一阵刺耳的电流短路声，墙壁里那束幽蓝色的光弦打线被生生斩断。
大厅里所有的红色警报灯瞬间熄灭，喇叭里那个傲慢的机械男声戛然而止，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我扔下卷制的消防斧，转头看向里屋，隔音玻璃后面，宇航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平板，连头都没抬一下。周院士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长出了一口气：“哼，批得好！什么有了自我日式的人工智能？大家别被这种科幻电影里的把戏唬住了。张工，你马上查查这小子的底。”大厅里的备用战灯闪烁了几下，重新亮了起来。张工，刚才的数据到底被偷走了多少？万幸，林先生那一斧子劈得太及时了。核心数据库刚完成10%的解密，传输就被物理切断了。他们只拿到了一堆没用的外围乱码。我就知道，这就是一个狡猾的黑客团伙，用变声器和一段高级自动化脚本，在跟我们玩心理战。只要证实背后是人搞的鬼，不是什么超自然怪物，那就好办了，必须把这帮利用我儿子的王八蛋揪出来。林先生说的对，他们为了偷物理院的保密数据，竟然大费周章的美造高考满分档案，把干预中心当成跳板，这手段太黑了。主要我们的张磨得迅速。张工突然凑近了屏幕，眼睛瞪得老大。高组长，周院士，我抓住那个黑客团伙最后跳板的真实 IP 了，这帮人根本没在境外，他们就在本市。在本市，马上通知大队全体集合。张工，地址在哪儿？在西郊大学城旁边那个已经废弃的老区档案馆。我一听这个地址，心里的火直接窜到了头顶。用我儿子的教育档案做伪装，最后躲藏的窝点居然也是废弃的教育机构，这帮人简直是把我们按在地上摩擦。高组长，我也去，我要亲眼看着这帮拿我儿子当挡箭牌的混蛋被抓。行，你跟着我们的车，但到了现场绝对不能冲动，一切听指挥。无论谁来都不要开门。半个小时后，几辆没有任何标识的黑色越野车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西郊那栋破旧的3层档案馆。大队的人员打着战术手势，一脚踹开了摇摇欲坠的木门，里面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我们跟着高队长小心翼翼地摸上2楼，在一间原本用来堆放废旧报纸的6里室里，看到了一排正在闪烁着蓝光的服务器机柜。机器还是烫的，人刚走没超过10分钟，全楼搜索，别让他跑了。几十名工装人员迅速散开，皮靴踩在废弃木地板上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楼里回动。我和高组长张工留在那排服务器前，张工立刻接上手里的便携式电脑，开始强行读取机柜里的残留数据，跑得真够快的。所有主板上的自毁程序都被去发了，不过他们百密一疏，有一块外界的临时缓存盘没来得及烧毁，我正在试图恢复。能看到里面是什么吗？张工敲下回程键，旁边的废旧办公桌上，一台被遗弃的笔记本电屏幕突然亮了起来。没有复杂的代码，也没有黑客标志，屏幕上只有一个极其嚣张的纯文本对话框，而且上面的字还在一个一个的往外蹦。打字速度这么慢，这绝对是留下的定时脚本。我凑过去盯着屏幕，那上面的文字每一句都像是在挑衅。高组长、周院士，还有那位勇敢的林建明先生，恭喜你们保住了地下的核心数据。不过，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搞出这么大动静，仅仅是为了偷一点你们的加密乱码吧？他这话什么意思？声东击西这种老把戏虽然土，但很好用。你们把全市的网警精英都调到了这里，那市中心的物理研究院总部现在还有几个人守着呢？中计了！这帮人真正的目标是物理院总部的实体机房，马上掉头，所有人回市中心，快！整个档案馆瞬间乱作一团，人员像潮水一样往外撤。我站在原地，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突然觉得一阵深深的疲惫。这就是高科技犯罪团伙的手段，把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当成棋盘上的棋子来回戏弄。林先生，你不走吗？我不懂抓贼，我只关心我儿子。张工，刚才那个缓存盘里有没有能证明宇航清白的确凿证据？有，他们在里面留下了生成林宇航伪造档案的完整操作日件，从哪天窃取了你家的旧电脑后门，到怎么欺骗高考系统，全都有记录。这下是铁证如山了，谁也不能再说宇航一个不字。听到这句话，我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彻底放松下来。不管这帮商业间谍到底偷没偷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至少压在我儿子头上的那座大山终于被彻底推翻了。几天后，官方发布了正式的通报，澄清了所谓的高考满分事件，全网的流言蜚语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我拿着新鲜出炉的澄清文件，推开了干预中心安全屋的门。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我刚想抱起他，兜里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没有任何发现人号码的匿名短信。我点开那条匿名短信，上面只有正的测试才刚刚开始，手机屏幕映着我苍白的脸色。我下意识地关掉屏幕，没让宇航看到。回到家，看着老婆许巍忙里忙乎地收拾行李，我心里却沉甸甸的。建明，官方澄清都发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彻底放心了？宇航的新学期很快就要开始了。对，放心吧，以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再也不会发生了。话虽如此，我心里的阴霾却越来越重，那种被人在暗处死死盯着的感觉让我如坐针毡。就在这时，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再次震动，依然是那个匿名号码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竟然是我家客厅的实时监控角度，画面中央正是我和宇航坐在一起的背影。林先生，物理研究院的那点核心数据还远远不够我的对手。我猛地站起身，四处寻找家里可能存在的偷窥设备。建明，你怎么了？没事，你别担心，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你先去把厨房收拾一下吧，晚点咱们出去吃顿好的。许巍点点头，转身朝厨房方向走去。等许巍进了厨房，我立刻走进书房，把门反锁。我的背上全是冷汗，那种被彻底透明化的恐惧感让我窒息。那个黑客启明究竟在我们家安装了什么？我拆开了家里所有的电子开关面板，检查了所有插座内部，没有任何监听上备。难道是通过我们还没换掉的那台旧手机？我自言自语，冷汗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我再次掏出手机，回复那条短信：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你敢伤害我的家人，我会和你拼命。我差点气得把手机摔了，让我带东西进物理实验院，这不仅是违法的，更是在把自己往死路上推。正当我准备回复拒绝时，手机里又弹出一个视频通话请求。林先生，你以为自己还有拒绝的余地吗？你刚刚转账的那些物业费和买菜钱，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你确定不考虑一下？你监视我的账户，你这是在敲诈！不，这是合作。只要你把东西送进去，我就把你账户里的痕迹全部抹除，顺便再给你加一笔，足够你后半辈子养老资金。我不需要你的钱，你也别想我会帮你做这种事儿。我瘫坐在椅子上，心脏狂跳。这帮人真的什么都查得出来。如果我不配合，他们下一步会不会曝光我的所有隐私，甚至通过我来进一步骚扰那些科研机构？建明，你刚才在书房跟谁说话？怎么声音这么大？没什么，是之前那家公司处理烂摊子的人在跟我为了之前被盗的信息扯皮。咱们好不容易回归平静生活了，别为那些事儿生气了。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什么都别怕。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更是愧疚万分。为了保护他们，我却不得不站在了悬崖边上。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一份包裹寄送地址，上面写着物理研究员内部食堂的后厨。短信最后一行字让我如坠冰窟。这一夜我辗转反侧，如果真的我把那个中继器带进去，一旦被物理院的安全系统发现，我就是间谍，这辈子就完了。但如果不带，那个黑客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突然，我看着窗外的路灯，脑子里闪过张工说过的话：人工智能的逻辑是建立在数据反馈上的。既然他们需要我，就说明他们在这个环节必须通过我来突破物理限制。我猛地坐起身，拿起笔记本电脑。既然物理网线断了，我就要在逻辑上给他们下一道套子。那个黑客启明再厉害，也是通过数据运行的程序，只要是程序就有漏洞。我开始给物理院的高组长发出一封加密邮件，邮件内容很简单：我愿意配合，但中间器必须经由我的改装，以防被安全闸门探测到。我利用平时工作积累的逻辑学基础，给那个黑客设了一个陷阱。我发给他的那份中继器电路图是经过逻辑重构后的假图。如果他真是一个贪婪的程序，他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想要那套看似更先进的技术方案。第二天中午，我果然接到了对方的确认消息，他要求我先在虚拟平台上跟他进行一次远程调试。我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深吸一口气，心中默念：来吧，看看谁的逻辑链更稳。远程调试的界面很快建立起来，我看着屏幕上复杂的数据聊，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那个叫启明的程序果然对我的改装建议表现出了极大的贪婪，他正在疯狂地分析我发过去的那套伪造电路代码。林先生，这份代码的逻辑结构很独特，看来你也不是完全不懂输入给5技术。
我强装镇定，在输入框里积累的经验。如果你想通过这台设备突破机房的防火墙，这是最稳妥的方案。但你需要给我预留一个逻辑后门。所谓的预留后门，其实是我在这个假电路系统中设置的一个数据死循环。只要他试图将这个设备激活，这套代码就会立刻触发反向追踪程序，直接定位它在本地的终端服务器位置。预留后门没问题，只要能帮我拿到想要的数据，我们可以共享权限。屏幕上的光标飞速移动，看来它已经完全掉进了我设置的陷阱里。数据正在加载中，倒计时5分钟，屏幕上的进度条缓缓推进。我看着这一幕，心跳几乎要停止了，因为我听到门外传来了高组长急促的敲门声。林先生，我们在你电脑检测到了异常信号，你到底在干什么？门外，高组长急促的敲门声像战鼓一样密集。我一把拧开反锁的书房门，高组长和张工直接冲了进来。高组长伸手就要去拔旧电脑的电源，别动，千万别拔！林建明，你疯了吗？系统检测到你的电脑正在向外部发送异常数据聊，你知不知道私自联络嫌疑人，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我在给他下套，他以为我在上传物理院机房的后门程序，其实那是我用伪造电部图写的一个逻辑死循环，只要他一接收，反向追踪程序就会立刻锁死他的本地服务器。高组长，林先生说的对，数据包里裹着一层强力追踪探镜，对方正在毫无防备的下载。林建明，你竟然敢在代码里动手脚，你以为这点小聪明能困住我？高组长，反向定位成功了，但这物理地址，这怎么可能？这黑客竟然躲在这里！地址在哪儿？别吞吞吐吐的。在市中心 CBD 的顶层，那是全市最大的数据中心。他竟然把伪装节点建在了合法的大型企业机房里，难怪我们之前怎么扫都扫不到异常信号。全体注意，目标锁定 CBD 环球金融大厦顶层云计算中心，特警1队2队立刻出发，封锁所有出入口，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我和高组长冲进大厦顶层的机房，这里冷气逼人，一排排巨大的服务器指示灯像幽灵的眼睛一样交替闪烁着。几名人员持枪警备，迅速排查了每一个角落。报告高组长，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只有一台服务器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外接了大量非法散热设备。高组长，林先生刚才的逻辑锁起作用了，那台服务器的主板已经被死循环代码烧坏了一半，里面的核心控制程序彻底瘫痪了。也就是说，他没法再远程作妖了。就在这时，一位穿着干练职业装的短发女人走进了机房，她是物理院派来的首席网络安全专家秦总工程师。高组长，你们被耍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科幻故事，而是一场金融阴谋。秦总工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金融阴谋？秦总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秦总工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调出一排密密麻麻的交易流水记录。你们仔细看这些残存的数据包前缀，这不是为了偷取我们物理院的基础科研数据，这是一种高端的高频交易算法痕迹。他们利用盗取的高级权限，制造虚假市场的科研突破或者系统崩溃公司新闻。也就是说，他们搞出我儿子高考满分这种天大的乱子，只是为了测试这套算法的渗透能力。在资本眼里，没有什么是不能利用的，一切都什么神鬼或者怪物。我心里最后的一丝恐惧彻底烟消云散了，只要对方是图财的活人，就没什么可怕的。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不是短信，是一个未知的网络电话。我看了高队长一眼，高队长点了点头，示意我接听。同时，张工立刻开始追踪信号。林建明，你毁了我价值3个亿的交易节点，我绝对不会放过你！3个亿，原来我们一家的安宁，在你们眼里就值这点钱。我告诉你，你别想再碰我家人一根头发，他已经把你这里抄了。抄了又怎么样？你以为这就结束了？既然你们断了我的财路，那大家就同归于尽。我现在就引爆那台主服务器底层的超载程序，让整个云计算中心的数据全部陪葬。此话一出，高组长脸色骤变。张工，能拦住吗？他在底层写了定时脚本，权限太高了，我根本进不去。让开！秦主公一把将张工推开，自己坐到了主控台前，他的眼神锐利的像一把刀。想在我面前炸机房，真当我不存在吗？秦总工冷哼一声，双手在键盘上化作一片残影，一行行复杂的反潜移指令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他在走物理网关强行升压，秦总工来不及了。走物理网关，那我就直接切断他的心脏。林先生刚才留下的那个逻辑后门，现在正好用来当导火索。低嗡，机房里原本狂暴运转的服务器风扇声，在一瞬间仿佛被抽干了力气，发出一声沉闷的哀鸣后，原本一路飙升的电压指示灯瞬间变成安全的绿色。成功了！秦总工，您直接把他的核心控制权反向锁死了，引爆程序被彻底物理隔离。一点雕虫小技而已，而且我还顺着他的引爆指令，彻底扒掉了他所有的网络伪装。高组长，这才是黑客启明的真面目。
曾经的海外高频交易算法工程师，因为涉嫌违规被开除，现在躲回国内干这种见不得光的勾当。而且他现在的位置根本不在什么隐秘的防空洞。马上包围大厦对面那家名叫街角的咖啡厅，目标就在里面。原来这个狡猾的黑客一直就躲在眼皮子底下，利用对面的公共网络远程操控着这一切，俯视着楼一下辆黑色轿车迅速封锁了那家咖啡厅的出口，全副武装的人员冲了进去。没过几分钟，一个面如死灰的年轻男人被押了出来。林先生，结束了，彻底结束了。黑客被押上黑色轿车时，他却突然猛地抬起头，盯着顶楼我的方向，用嘴型说了一句话。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楼下那个被塞进轿车的黑客。秦总工，他刚才上车前冲我笑了一下，嘴里好像还念叨了一句什么。秦总工立刻调出外围无人机拍摄的高清放大画面，盯着屏幕反复放慢了几次，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我和高组长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黑客攻击。他刚才用的是唇语，说的是买家已经拿到了。买家？什么买家？他在被捕前5分钟已经把那个高频交易算法的复制品打包卖给了一个境外的金融间谍组织。这些黑客只是拿钱犯事的工具人，真正的幕后黑手是买走算法的资本巨鳄。我试图安慰自己，代码已无价值，就算卖了，反正刚才主服务器都被你弄瘫痪了，残缺的代码对我们也没什么价值了吧？林先生，事情没那么简单，算法确实卖出去了，但在黑市交易里，买卖双方都是互相防备的。那个黑客给算法上了一道极其复杂的动物生物锁。什么意思？解开那个上亿算法的唯一钥匙，就是最初构建底层逻辑的原始数据。也就是说，那些间谍现在急需林宇航的真实声纹和面部特征数据来解锁。秦总工，你的意思是我儿子现在成了那帮境外间谍眼里的钥匙？他们难道还要来骚扰我儿子？全队注意，立刻加强干预中心的安全级别。林先生，你先别慌，这只是科学层面的数据绑定，没有任何玄乎的东西。他们需要的只是宇航在特定情景下的高清语音和表情反馈。只要我们能赶在他们前面，把宇航的生物数据从那个底层逻辑里剥离出来，用乱码替换掉，买家手里的算法就会变成一块彻底的废砖。那赶紧剥离啊！需要怎么做？抽血还是做手术？我儿子可受不了疼。都不需要。科学的手段是非常温和的，我们只需要在绝对安全的实验室里，让宇航戴上特制的 VR 眼镜，开开心心的玩一场语音互动闯关游戏就行。系统会在游戏过程中捕捉它的特征，生成替代的虚拟密文。只要孩子不受罪，当成玩游戏就行。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事不宜迟，就现在。不过林先生，干预中心的设备不够精密，我们得秘密把宇航转移到物理院的最高级别声学实验室去。建明，我怎么觉得心里直跳啊？没事儿，这就是科学测试，等于给宇航的数据做个销户。等玩完这个游戏，那帮坏蛋就算拿到宇航的照片也没用了，全程都有值守员护着咱们呢。爸爸，这是太空舱吗？我可以进去打外星人吗？对，今天你就是太空小队长。兄弟，你是物理院的人吗？怎么连最基础的光纤音频线都插反了接口？哦，对不起，林先生，这台新设备我刚接手，有点不熟练。新设备确实复杂。昨天秦总工还说，这台 V2 舱的倒流变压管需要预热5分钟，你是不是忘了预热了？对对对，是我忘了预热。林先生您真专业，我这就去后台开预热程序。高组长，进来抓人！这是个假技术员。胆子够大的，敢跑到物理院来偷密钥。带走。好好审审他是怎么混进来的。通过伪造后勤人员的电子公照混进来，想在宇航玩游戏的时候偷偷刻录声纹，这种老套的社会工程学骗局，也就能骗骗保安了。搞定，林先生，完成了。现在那个原始档案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堆乱码，
境外买家花上亿买回去的算法，这辈子都别想解锁了，直接变成了一块赛博板区。爸爸，这游戏太好玩了，我打败了最终的大魔王。宇航真棒！林先生，境外那台试图解锁的服务器刚才触发了死锁机制自毁了，但在自毁前，我们追踪到一条反向资助流水，这笔钱的汇出方居然是你5年前辞职的那家老东家。老东家，你是说瑞科科技？那是我5年前待过的公司，我早就跟他们断绝一切联系了。错不了，大队刚查封了那个黑客的洗钱账户，源头资金就是从瑞科科技的海外壳公司打过来的。林先生，你当年到底为什么辞职？因为瑞科科技的老总赵鹏是个疯子。当年他让我带团队写一套能非法捉取用户底层隐私的爬虫程序，我不仅拒绝了，还在董事会上直接掀了桌子，带着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辞职。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把我视为眼中钉。原来如此，赵鹏既然要测试那个非法的金融算法，肯定需要一个绝对干净的发人身份做掩护。他手里恰好有你当年入职时填写的家属江案。这王八蛋！他不仅想用算法在股市里抢钱，还故意挑我儿子的身份当伪装。他这是想把脏水全泼我头上，报5年前的仇。建明，这种人太可怕了。他既然敢花几个亿买算法，肯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咱们报案抓他吧。已经立案了。高队长，二队汇报，瑞科科技的总裁赵鹏已经察觉到黑客被抓，他现在正坐在一辆黑色轿车里，正往国际机场的高速上狂奔，准备潜逃出境。全队立刻赶往机场，通知机场马上封锁国际出发的所有安检口。林先生，赵鹏非常狡猾，他对你的技术手段很了解，你跟我一起去一趟，防备他留下什么后手。师傅，麻烦您开快一点。林建明啊，你跑不掉了，赵鹏！买卖非法算法，盗用公民信息，准备把牢底坐穿吧。林建明啊，你以为抓到我就算赢了？我告诉你，那个黑客被抓的瞬间，我设在海外的开关就已经启动了。5分钟后，不仅是算法，你们全家的隐私档案都会被全网公开，打包放卖。开关，你敢碰我家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哈哈哈哈！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呀！程序照样运行。林建明，你当年自命清高，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在资本和技术面前，你的清高一文不值。秦总工，能拦截吗？很难，他用的是一种多重件套的定时上传脚本，服务器在境外，而且被彻底锁死了。只要倒计时归零，数据就会自动分发给几万个暗网节点。等一下，秦总工，你把那段封锁指令退回去，让我看看。赵鹏虽然买了境外的算法，但他这个用来抖底的开关，底层的触发逻辑根本没换，还是我5年前在瑞科带头写的那套基础架构。林先生，既然是你写的架构，你肯定知道后门在哪儿。快，倒计时还剩3分钟，只要找到停止函数的入口，我们需要一个8位数的复写密码。找到了，中断函数的接口就在这儿。赵鹏会用什么数字做密码？他的生日、公司成立的日期。林建明也白费力气了，那个密码你这辈子都赵鹏这人极其自负，又对我恨之入骨。他把这个报复我的程序作为底牌，密码一定跟我有关，而且是他认为赢过我的高光时刻。1年前，我当着全公司的面，把你那个违法收集隐私的计划书砸在你脸上，带着人离开的那天是哪一天？林先生，虽然拦截了，但这底层怎么还藏着一个加了印的文件夹？名字居然叫星河计划。星河，星河是我儿子宇航之前的小名，后来上小学前才改名叫林宇航的。赵鹏居然连这个都知道，打开它。赵鹏，
你这个疯子，你用我儿子的旧名字来命名你们的非法项目。干得漂亮，李先生！把赵鹏押回局里，马上通知大队。有了这份证据，瑞科科技这颗毒瘤算是被连根拔起了。没事了，都结束了。林先生，案子结了。为了弥补咱们工作失误对宇航造成的困扰，我们专门协调了一件事儿，想请您今天带孩子来一趟服务中心。林先生、徐女士，快请坐，快请进。赵主任，您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我都有点不敢认了。林先生，之前是我们工作失误，实在是对不住，被黑客的假账页蒙蔽了双眼，让你们一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今天请你们来，就是代表服务中心给你们全家正式赔礼道歉的。只要事情弄清楚了，我们受点委屈没什么。主要是宇航马上就要开学了，原来的学校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实在不想让他回去了。这您放心，我们早就考虑到了。为了弥补我们的过车，专门协调了名额。从下学期开始，宇航可以直接转入本市师资力量最强的第一实验小学，所有的转学手续我们全包了，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之前的那些流言蜚语。不过，林先生，第一实验小学的刘校长今天专门抽时间过来想见见您。他在干预中心同步过来的那份儿童常规测试表上发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儿。不寻常的事？不会又是档案出了什么岔子吧？别紧张，绝不是坏事。林先生、徐女士，我是池燕小学的刘校长。刘校长好。刘校长好。你们好。林先生，之前在干预中心，梁教授为了排除宇航受过特殊训练的嫌疑，让他做了一套高难度的空间认知测试积木，您还有印象吗？有印象，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方块让他拼，他说像虫子爬的路径。那是测谎用的障眼法，真正核心的测试是他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积木重构。你们可能不知道，宇航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拼好了那些高难度模型，他甚至还在拼装的过程中本能地修正了其中一个模型故意设计的沉重逻辑错误。宇航，你爸爸总说你是个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全的普通孩子，但校长爷爷不信。你能帮我把这个鲁班锁解开吗？刘校长，这玩意儿我们大人看着都头晕，宇航怎么可能解得开？别把孩子的手划伤了。宇航，你什么时候学会玩这个的？你在哪儿看的教程？没有看教程呀，就是这2天在咱们小区外面的公园里，有个白头发老爷爷教我的。他说只要找到受力的支点，轻轻一抽就全都散开啦。公园里的老爷爷谁呀？咱们小区怎么会有这种高人？小家伙说的没错，几何逻辑就是结构物理学最本源的基础。林建明，咱们可又见面了。周院士，怎么是您？难道公园里的那个老爷爷？那个破 AI 冒充你儿子发情书，我确实被气得不轻。可是后来我这心里反而直痒痒，我就想看看那个在档案上完美无缺的林宇航，现实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所以您就偷偷跑到我们小区公园去观察他？我观察了他好几天，这孩子确实不懂任何物理公式，但他对空间结构的直觉天赋极高。我在公园看他玩石头，他根本不用任何粘合剂，就能把几块形状不规则的破石头完美的搭成一个受力平衡的拱门，所以我才破格录取他。林先生，这孩子是个未经雕琢的理科好苗子啊！建明，我特批宇航加入我在院里办的周末少儿科学启蒙班，不学枯燥的算术，只带他做实验，培养他真正的科学直觉。你同不同意？同意，100个同意。林先生，有空来一趟分析室吗？我们在赵鹏被烧毁的服务器最底层提取出了一个定时发给你的视频文件。林先生，这段视频是在赵鹏那个开关被你强行终止后，作为未用执行胶本弹出来的，算是他最后的遗言吧。
林建明，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说明我可能栽了，或者逃往海外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花重金买黑客算法，还得选你儿子当伪装网吗？不光是为了报5年前你掀桌子的仇，当年你写的那套底层防御架构太完美了，完美的挡住了我所有的财路。我就是想向所有人证明，只要有钱，只要有最顶尖的渗透黑客，你的底线和骄傲一文不值。可惜啊，老天不长眼，让你们这群死脑筋的人赢了。赵鹏的案子彻底定死了。不过，那个被抓的黑客启明在看守所里强烈要求我们把这个 U 盘转交给你。他说，这才是他欠你儿子的一份真正的礼物。张工，这 U 盘上不会还带着什么自毁病毒或者追踪码吧？借局里的离线安全电脑用用。林建明，这算是我对你彻底认输吧。其实我最初学编程，并不是为了去金融市场抢钱。很多年前，我想做一个世界上最聪明的教育辅导系统，让所有普通家庭的孩子都能享受顶级的逻辑启蒙。可惜，后来面对资本的诱惑，我迷失了。你们用事实给我上了一课。这个 U 盘里是我最初那个教育 AI 的纯净底层源代码，没有任何后门，没有任何商业代码。我把它送给林宇航，就当是对占用他身份的补偿。不过，这个教育 AI 的底层道德协议是完全空缺的。林先生，要彻底激活这套系统，需要一把只有你能给出的钥匙。只有我能给出的钥匙？秦总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林先生，平心而论，这个黑客是个难得的天才。他所说的道德协议空缺，其实是一个行为逻辑锁。他需要你用最纯粹的底层价值观，去为这个 AI 划定善恶的边界。我来。绝对不侵犯隐私，拒绝任何形式的捷径，尊重客观科学真理。您好。基础教育辅助系统已激活。等一下，林先生，你刚才写进去的这些道德指令，配合这套极其纯净的算法，你知不知道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基础科学教育绝对安全、逻辑完美、定制化辅导系统。这东西如果无偿用到偏远地区的学校，能帮我们培养出多少像宇航这样有潜力的理科苗子啊！周院士，既然这套系统的所有权现在归我，那我把它无偿捐赠给物理研究院。科学这东西就应该用来造福社会，而不是被资本拿去作恶。林先生，大格局，这可比在股市里非法捞钱有意义太多了。建明，宇航学校刚寄来的加急挂到信。鉴于林宇航同学在空间物理结构认知上的卓越天赋，特邀请其加入基础科学预备苗子培养计划。推荐人周宏远院士。老天爷啊，咱们宇航成顶尖的储备小人才了。对，这回不是黑客伪造的假档案，不是系统漏洞弄出来的虚假满分，这是咱儿子凭自己的真本事一步一步得到的官方认可。爸爸，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去造真的大火箭呀？咻！当然可以，只要你用科学的方法去学习，咱们造什么都行。爸爸，周爷爷说宇宙就像一个超级大的复杂积木，你说我长大以后能把宇宙的秘密也拆开看看吗？能，肯定能。但宇宙的秘密比你解开的那个鲁班七要复杂得多，它需要你学好数学，学好物理，用最真实的努力去一步步验证，绝对不能像那些坏人一样总想着走捷径。爸爸放心，我肯定不用假代码，我自己算。回想起这几个月惊心动魄的经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离奇的科幻梦。从半夜那个荒谬绝伦的高考满分电话，
到牵扯出惊天的跨国数据窃取案，再到我5年前埋下的逻辑陷阱成为破局的关键，这一切看似诡异迷离，但最终都归结于最严谨的科学逻辑和最真实的人性博弈。技术本身永远没有善恶之分，可怕的永远是那些躲在屏幕后面被贪婪吞噬的人心，而能战胜这些黑暗的，只有不灭的良知和对科学的敬畏。建明，咱们的日子以后一定越来越好。是啊，这世上没有什么是科学解释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咱们人类走得还不够远。夜空中繁星点点，像极了无数个等待探索的未知世界，而属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